各位研究室的小伙伴们，我是黑鸭。本期呢是早就该在农历年推出的阿瓦隆拳，一技能可以直接长距离跳跃击飞小范围敌人，再使用第二拳做范围轰击，同时搭配拳套的其他武器做连续控制。在单挑对决的时候，往往可以去做到很漂亮的无伤换血，用低血量去打赢高血量的敌人。或是在团战中进行一波团体驱散，这都是阿瓦隆拳一技能最强大的特点。这一个能长距离突袭做团控，并且用一拳的毁灭火力击杀敌方后排的技能冷却30秒，是不是相当合理啊？而全套的 QW 技能组有相当多的控制，所以对阿瓦隆拳来说呢，不会动的敌人就是最好的敌人。但为何它也是这么少出现呢？那本期就透过各种实验片段来理解阿瓦隆拳一波流该如何成为全能的武术大师。而在我们成为火云邪神之前，务必搞懂虐菜场跟高端局的差异。首先，在高端局会有更多的玩家舍弃攻击性武装，而带上防御类的装备。哇！如刚刚看到的士兵头无敌盾，或是皇家跳血的解控跳走，都可以很好的反制我们的第二拳。接下来30秒的圣人模式，若还带着 Q2 龙月，你将失去战场影响力。那在9月4号的 Glory Patch 3荣耀之路改版中，把所有全套 Q3 做实施强化。别！但如果告诉你，其实最强的伤害是第一段，你信不信呢？如画面上我们可以使用 Q 技能的第一段重置它的冷却时间是0秒。而不假阿瓦隆拳的伤害要更进一步，就不能不提到这个 W4 技能，它可以将敌人在原地硬控2秒，是真正的2秒包含击退。好有啊，好像很强这不是那种玩的。可以回来甚至你也可以搭配破防头，去直接对敌人做一波大伤害。而这么强势的控制技能，再搭配我们阿瓦隆拳本身就有的第一段击飞，就可以在单挑的时候直接无伤换血，秀对方一脸。若你看过黑鸭的伤害计算，你会知道镭射头并非是必要的我们使用邪教便携的脏地板做破防，再利用所有的硬控去强制让他在电甲领域电到死。では実際にやってみましょう。いや、そうじゃ。
来吧，跟着马修班迪斗一起看看黑鸭从去年6月到现在600多场的实验结果。现在有了 Q3 可以做持续的火力伤害，并穿上章节重点坚韧鞋，可以用1技能在空中隐身突击。哇哦！나무도네 That's good. 再来呢，就是将 Q3 结合伏虎拳或是各种连段，对敌人进行单体或范围压血。不仅敌人更难掌握你的行踪，还可以配合坚韧鞋的增加点伤制造一波强大的鞭腿伤害。나무도네怎么杀了个单手斧还是僵局啊？但这时我们可以尝试这个战术。过来啊！3 days later. なんか傷ついた。 Round 2, fight! 나무도네. Double kill. Triple kill. Quadra kill. Ace.
何が来ようともボコボコにしてあげますよ。捕まえた。まずいの。トライセップス魔法。バリスタナッカー。自己都边剪边笑哎。现在我们对阿瓦隆拳有更新一层的认识啊。其实黑鸭也很想当一拳超人，但是打完一拳就要做30秒的冷板凳，是不是有点难过啊？而现在透过了 Q3以及种种的技能搭配，我们可以很好的去 support 团队。其实你还是会发现官方的设计是有道理的哦，拳法武术就是连续技的搭配。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黑鸭把 Q3 穿插在连续技中的操作，不管是伏虎拳或是一技能。而在没有技能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使用 Q3 二段的征服普攻伤害，去创造更大的战果哦。这也是为什么黑鸭会称呼他为多拳超人的原因哦。闭嘴！总之真的是玩起来很爽的武器啊！希望大家在看得开心的同时，也能在竞技场自由的玩各类的武器套路哦，让这个 RNBN 世界更加丰富。另外就是这些熬累我可能会需要休息一下，毕竟全套的位移技实在太多了，相当难剪哦，而且累积了超过1年的素材啊。下周可能就用一些小短片带过吧，干脆就让我休息1周吧。Superhero landing. Yeah, that's really hard to use. 那么RNBN科学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啦！まあこの俺がちゃんと教えてあげるからよ。教えてください。